如果妈妈知道我被保送到清北大学，一定会更爱我一点。你的卷子，小心！我好痛。你说过，就算我考上清北大学，也不会多看我一眼。如果我死了，你会多心疼我一点吗？患者胸腔疑似出血，快，赶紧止血！我出车祸了，不好了，你能抱抱我吗？是患者家属发来的消息，也许让患者听一下妈妈的声音，会增强她的求生欲。徐安宁，我是外科医生，出了车祸，还有力气发语音，为了隐瞒落榜，这是什么谎都敢撒！别说你出了车祸，就算你死了，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患者血压急剧下降到最低值了，赶紧通知家属签字做手术。徐安宁家属，请你马上到平安医院。徐安宁出了车祸，生命垂危，急需家属签字做手术。那就让他去死！为了争风吃醋，竟然装死，阻止我给他妹妹庆祝考上2本，真是一肚子坏水。来不及了，先做手术，去备台。你继续打。徐安宁妈妈，你要是再不来，就要错过抢救你女儿的最佳时机了。而且，她考上的是清北。她要是能考上清北，我的名字就倒过来写，真是撒谎成性的东西。当初要不是他和他爸骗我，我会错过和我最爱的人见最后一面吗？我恨他，我恨他爸，我恨不得他们父女都去死，他们父女都去死。既然你恨我，恨得不肯见我，那我的尸体也没必要存在。医生，我死后请把我的器官捐了。患者失去意识，心脏骤停了。妈，如你所愿，我死了，你的恨能消失了吗？你会快乐吗？妈妈，你来早了，其他家长和老师都还没来呢。今天是妈妈第一次参加安宁的家长会，当然得早点到了。妈妈，我的座位在那边，我带你去看卷子。我考了100分。走。安妮，这明明是小雅的卷子啊！妈妈，这是我的卷子，我不知道怎么写的是妹妹的名字。这明明是我的卷子，姐姐，为什么说是你的？难道姐姐不及格，怕妈妈生气，才说是你的？我没有。好了，到底是谁的？一会儿问老师就知道了。喂。啊，好的好的，你们2个在这等我，妈妈去挪下车。乡下来的土包子，别想跟我抢妈妈！我没有，爸爸去世了，我没地方去，我想跟着妈妈。她是我的妈妈，别想跟我抢妈妈！小雅，小雅，来，有没有摔到哪里啊？妈妈，姐姐说你是她的妈妈，不是我的。徐安宁，你怎么能这么和你妹妹说话？我没有，小时候就会装无辜、装可怜，满嘴谎话。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一个一肚子坏水的女儿？小雅不怕，妈妈带你去医院啊。妈妈，我没腿没背，也没作弊。我恨他，那就让他去死！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一个一肚子坏水的女儿？就算你死了，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患者抢救无效，
宣布死亡。要是求生欲望再强一点，我们就来得及抢救他了。怎么，知道错了，那就滚过来给你妹妹庆祝，让你妹妹辅导你明年复读。明年你要是再高考落榜，就别回来。我永远不会承认有你这样的女儿。我是平安医院急诊的张医生，许安宁因车祸抢救无效死亡，请你来医院一趟。是许安妮让你这么说的吧？为了逃避高考落榜，她还真是什么谎话都编得出来啊！也是，许安宁已经死了。够了！我不管你们是许安宁在哪认识的狐朋狗友，请你告诉许安宁，她想死就去死，别拿这种无聊的事情来影响我给妹妹庆祝。怎么有你这样当母亲的？我宁愿不是她妈。喂，要不是我看到备注上是妈妈，我真不信这是一个当妈的人能说出来的话。肋骨都断了好几根，连呼吸都痛得难以承受。最后那几句妈妈，她是忍着多大的剧痛才喊出来的。赶紧处理善后，看死者还有什么遗物留给家里人。张医生，这是患者临终前要求签署的器官捐赠协议。保肃清北，既然连临死前还想着救人，我就不信这么好的孩子，有他母亲说的那么不堪。按照上面说的，联系私立医院，捐赠器官。小雅，你的心脏供体有希望了。真的？平安医院有个患者愿意捐赠，不过我听说啊，这个患者从出车祸到死亡，这家里人都没出现，是个可怜人。妈，移植了心脏，我就可以健康快乐的活着。只是心脏移植手术至少要50万。妈妈赚钱不就是给你花的吗？妈，你真好，下辈子我一定要当你的亲生女儿。傻孩子，妈妈一直把你当成亲生女儿，以后不许说这话了。妈，有时间你也关心关心姐姐，我真怕她走上歪路。跪下！你没作弊，那数学竞赛怎么考得满分？是我自己考的，我每次考试都能。姐姐，你每次考试作弊也就算了，这作弊数学竞赛，这还作弊？你怎么敢超满分的？真的是人不可貌相。这要是被学校通报了，你让妈怎么见人？我没作弊，要我说多少遍你才相信？还敢狡辩！我真是把你给惯坏了！你今天要是不认错，就在这给我跪着！作弊就应该狠狠罚。妈，别给我提那个撒谎成性的东西。这前天说自己考上清北，今天又有人打电话说他出了车祸。车祸？妈，你别怪姐姐，肯定啊是考试考砸了，怕你责怪她。他要是有你一半努力，我也不至于狠心把他送去住校。不过他今天去领取成绩单，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我得打电话问问。妈，姐姐今天去学校了，要是真的出了严重的车祸，学校怎么可能不通知你呢？我猜她肯定没事。有道理，我就知道他死性不改。算了，不管他，就让他在外面受点教训，长长记性，知道错了就知道回来。对啊，姐姐说不定都已经回家了。喂，许安宁家属，请来医院处理死者遗物。怎么又是你？说吧，许安宁到底考了几分？我说了，这里是平安医院，你要再不来见他最后一面，他的遗体就要被送进去器官移植了。器官移植？安宁不会落榜想不开，真出事儿了。我得去医院看看。妈，出什么事了？平安医院打来的，说安宁出了车祸。怎么可能呢？妈，你是外科一把刀，全市的外科医生，还能有谁比你更权威？要是姐真的出了很严重的车祸，怎么可能不选私立医院，让你来主刀？说的有道理。许安宁，你最好早点死，想要这种借口跟我抢妈妈，做梦。不过这医院也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妈，你又不是不了解姐，每次她考砸了，都找别人来帮她骗你。今天我还看见姐姐跟几个人去了夜店，
肯定没事。去夜店？我怎么生出这么一个不要脸的女儿？亏我还替她担心。小雅，你好好吃饭，妈妈去给你争取供体。好。许安宁，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快死。这孩子太可怜了，肇事司机逃逸，人躺在地上，血都快流干了。是啊，他当时得多疼啊！许安宁竟然真的死了！不行，不能让妈知道我骗她，不然我做的一切努力全都白费了。许安宁，真的是我撞死的。录取通知书，器官捐赠，太好了！只要他死无全尸，妈妈就不会找到他了。找到了！苏医生，这个是平安医院捐赠者的资料，心脏跟你之前提供的患者正好匹配。哎，又一个生命消失了。哎，对了，这个捐赠者还不确定捐赠的到底是不是心脏，等确定了我再跟你说。好。就没见过这么自甘堕落的孩子。怎么了？还不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女儿，整天逃学，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连个大专都没考上。今天还给我打电话，骗我说她出了车祸。哎呀，孩子总有叛逆期嘛，你呀也别总是扎在医院里头，一待就是1-2个月，回去多陪陪他。我就是怕照顾不好她，才安排她住校。从吃穿到教育一样没有亏待她，考个烂成绩，还有什么资格跟我闹？真是烂女扶不上墙。母女连心嘛。你再跟他好好沟通沟通，孩子成长期啊，最需要父母的关爱。行了，资料你先慢慢看，我去帮你确认一下器官捐赠。行，那你先忙吧。不行，我得去学校看看，这个许安宁到底搞什么鬼？就别来打扰我和我妈的生活。刘老师，郑小雅，你来的正好。许安宁的电话怎么打不通？学校给她发的奖学金，她还没领呢。奖学金才2万。许安宁跟家里闹矛盾，离家出走了，而且他让我通知你，他打算退学，不去清北了。退学？这可是清北的保送名额，多少人梦寐以求，怎么能这么胡闹啊？他人都没了，还是要什么清北？你这话什么意思？没什么，我会劝许安宁回来读书的。不过这件事最好不要告诉别人，我担心对许安宁影响不好。妈，他会不会是离家出走了？他考那么烂，我没教训他，他还有脸离家出走？真是平时太惯了。妈，你先别生气，或许姐姐应该就是落榜了，心情不好。等她回来，我帮你好好劝劝她啊。哎，算了，不管他，他要是想死，就死在外边，永远别回来，省得给我丢人。哎，小雅，医院来电话，你的心脏移植手术可以做了。真的？走，上车，我带你回医院准备手术。走。
喝点水。小雅，别怕，妈妈给你取了供体，会亲自给你做手术的啊。苏医生，可以准备手术了。安宁，妈，还没联系上姐姐吗？还没有。你做这么大的手术，她都不来医院照顾你。等手术结束了，我一定让她来给你道歉。乔医生，先给小雅准备麻醉吧。苏医生，捐赠者愿意捐赠所有器官。所有器官？他才18岁啊，他还是今年的高考状元，被保送清北大学的。他的死亡原因是车祸撞击伤，但是我猜想这其中肯定还有他严重营养不良导致的重度贫血的缘故。啊，我听说捐赠者生前一直靠打零工负担自己的学费跟生活费，营养不良应该是不舍得吃饭。难道他没父母吗？让孩子打工挣学费就算了，连没钱吃饭也不管，他还配当妈妈吗？生而不养，枉为人母。现在就是有那些不负责任的妈妈，才会有这么多年轻的生命过早凋谢。车祸致死，遗体一定损伤严重。待会儿大家呢，不要恐慌，尊重逝者。这孩子的名字是叫许安宁。许安宁和我女儿同名，她是安宁。苏医生的女儿就叫许安宁，该不会是……听说苏医生和他女儿关系不好，但也不至于连他死了都不知道吧？不会是安宁的，不是。还好，她不是我女儿，只是同名而已。我就说嘛，安宁那个不争气的，怎么会是高考状元？苏医生，你吓死我们了，我们还真以为是安宁呢。你想什么呢？苏医生就算是再讨厌自己的女儿，也不会连女儿死了也不知道吧？是啊，当妈的哪有那么狠心的？苏医生，可以开始了。隔壁病室还等着做移植手术呢。可是我的心怎么这么难受呢？苏医生，苏医生，怎么了？我说我们可以开始手术，再等下去器官会衰竭的。啊，对，抓紧时间做摘除手术，不能耽误每一个患者的救治。救活每一个生命，就是挽救每一个家庭。我们开始吧。苏医生，这种撞击伤导致的脏器大出血手术，您是本市最有临床经验的外科医生，可惜您不在现场，不然他还有活的机会。你做了这么久的护士，说话要严谨。死者死亡的原因不单单是手术抢救措施的问题，他死前大量出血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如果当时我在现场，也许……听说这位死者是为了救一个女生出的车祸，而且肇事者逃逸了，因为伤势严重，等救护车赶到的时候，血都快流干了。我还听说呀，他本来是有希望抢救过来的，是他自己放弃了求生欲。他才18岁啊，还被保送了清北大学。那是什么原因才能导致他放弃求生欲望？好像是因为他家里人不待见他。哎呀，可惜了，年纪还这么小。怎么会有这么不分黑白的家长？他能够舍己救人，保送清北，就说明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这做家长还有什么不满？现在有些家长啊，观念先入为主，不理解孩子，总觉得自己的观念是对的，甚至有些啊根本就不听孩子解释。也难怪这孩子放弃自己的求生欲望。唉，愿这孩子在天堂能多几个人理解他、关心他。行了，继续吧。哎，这孩子锁骨怎么也有伤啊？
难道也是车祸造成的？不是车祸造成的，应该是死者幼年被重物砸中了锁骨，造成的陈旧伤。锁骨断裂，还是这个位置？安妮好像也是。妈妈，别工作了，陪雅雅玩呗。小雅乖，等妈妈忙完工作，就带你去游乐场，好不好？耶！看什么看啊？去游乐场也没你的份儿，天天写作业写这么久，也不知道你在学校都干什么了。妈妈小心！小心！安妮，别乱动，你的锁骨断了，妈妈带你去医院。妈妈，我疼！安妮啊，别怕，妈妈亲自给你做手术，不会弄疼你的。妈妈，安宁不怕疼，真的。刚才躺在妈妈怀里好幸福，以后我还要保护妈妈，让妈妈经常抱我。安妮啊，苏医生，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问题，我们继续吧。好。不可能有这么巧的事，这肯定不会是我的安妮。摘除手术已经完毕，赶紧把供体送到各科手术室去。苏医生，患者已经麻醉了，我们开始移植手术吧。好。苏医生，你做了这么久的摘除手术，太辛苦了，移植手术还是我来吧。这个手术我必须亲自做。手术成功。苏医生，站这么久辛苦了，您先去休息，剩下的我来处理。也好，这剩下的清理工作就交给你了。小刘，苏医生，有事吗？我能看一下这位捐赠者的身份资料吗？苏医生，你也是咱们医院的老人了，你知道的，这不符合规矩。是，我知道。可是这位捐赠者和我女儿同名同姓，就连锁骨上的旧伤也是在同一个位置，我不得不多想。苏医生，你女儿是死是活，你不知道吗？你也知道，我那个女儿成绩特别差，我说她2句就跟我闹脾气，离家出走，到现在都没有联系上。为了她，我真是操碎了心。我这也是以防万一嘛。我也知道，你为这孩子操了不少心，可是我知道有规定，要不这样，你拿我的 DNA 去做检测，这样总不算违反规定吧？也只有这个办法，我现在就去。一定不会是安宁的。徐安妮，接电话。徐安妮，有本事你一辈子别回来。徐安妮，不用你道歉了，回消息。安宁这个贱人，凭什么这么好运被保送清北？手术刚做完，感觉怎么样？妈，我没事儿，就是辛苦你了，出钱出力为我操心了。说什么傻话呢？我是你妈，做这些都是应该的，哪有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的？小雅，你最近有没有联系过安宁啊？姐
姐姐最近没有联系我，而且我上周给她打电话没有打通。你也没有联系到她。小雅，你之前说看见安宁和一群不三不四的人进了夜店，你是不是真的看到了？妈，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都过去多久了？哎呀，说呀，到底有没有看见？他发现什么了？我处理的那么干净。妈，你什么意思？你怀疑我？我知道我不是你亲生的，姐姐也不喜欢我，怀疑我正常。可是我怎么会拿这种事情撒谎骗你？小雅，妈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姐姐是因为我考上2本，她落榜了才生气的。如果你想让姐姐回来，那我走好了。我也不希望你跟姐姐因为我而母女离析。小雅，你说什么呢？妈妈怎么会舍得你离开呢？妈，我也不舍得。这些年，就算姐姐不喜欢我，可是我也把她跟你一样当成我最亲的亲人。我怎么会撒谎骗你呢？小雅，算了，她落榜了，是她没用，不提她。你刚做完手术，情绪别太激动，这样会影响术后恢复的。没事儿，你要是想让姐姐回来，你去找她吧。你这孩子怎么越说越没边呢？我都说了不提她。好啦，你想吃什么？妈妈现在回家给你做，好不好？吴波，反正我手术也做完了，是死是活跟你没关系，别影响了你和姐姐的感情。哎，小雅，没事儿的。我可能姐姐就是去夜店跟那些野男人鬼混，我想说不定她玩够了就回来了。殡仪馆的电话。喂，你好，苏黎女士吗？请你来趟殡仪馆参加许安妮的追悼会，领取她的骨灰。你说什么？骨灰？是的，请您过来一趟，领取您女儿许安妮的骨灰。你们说什么呢？什么我女儿骨灰？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没搞错，您女儿许安宁车祸死亡，虽然捐赠全身器官，内脏都被掏空了，只剩下遗体被火化了。你们过来把骨灰带回去。妈，怎么了？谁打过来的电话？是殡仪馆。小雅，你说看到安妮，为什么殡仪馆打电话过来说她已经死了？我真的看见姐姐了，可能是殡仪馆弄错了，不会是姐的。这么重要的事情，殡仪馆怎么会弄错呢？妈，你吓到我了。不行，我得去殡仪馆看看。许安妮，怎么死了都不让人安宁？不行，绝对不能让妈妈知道。你好，请问是你打电话让我来办理遗体领取手续的吗？你是许安宁的家属？是，我是她的妈妈，苏黎。苏黎，就是本市最优秀的外科专家，人称一把刀。是。你这当妈的是怎么回事？我们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怎么就是不肯来领取你女儿的遗体？我们已经把她火化了。同志，我想问一下，你确定死者就是许安妮？确定。人是昨天车祸走的，你是外科专家，内脏破裂，出血过量，这样的情况会造成什么结果？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安妮真死了。平安医院那边说，他捐赠了所有的器官，这不，捐赠完毕，遗体一直没人认领。我们考虑这种情况不能停留，就只能把它火化了。你在这儿签个字，
骨灰在这儿，办完手续就可以带走了。妈，这肯定不是姐姐。住口！妈，你怎么会说我呢？你以前还敢骗我！安宁出了车祸，造成内脏破裂，连呼吸都会疼得晕厥。你居然告诉我，你看见他和别人去了夜店！妈，我没有，我真的看到了。够了！我不想再听见你污蔑安妮。我的安妮死了，这是她的骨灰。妈，我真的没有骗你，我从小到大从来都不撒谎。可能是殡仪馆的人员搞错了，一定是他们搞错了，这不会是姐姐的。可是工作人员说，这就是安宁的骨灰。不可能搞错，这个孩子是救人死的，刚刚来祭拜的那对母女，就是被他所救，而且他捐献了所有的器官，这么先进的事迹，我怎么可能搞错？安宁，你也是安宁？你就是安宁的妈妈？是。你是谁？没谁，我就是安宁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程曦，你是安宁的朋友，她的事情你一定知道。你告诉我，安宁到底有没有出车祸？我不知道。他这个人出了事只会放在心里，谁也不告诉我，我才不把他当朋友。满嘴谎话的家伙，说好了考完一起放松。他跟你也会撒谎？那他们说他死了也是假的？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怎么可能会死呢？就算他真出了车祸，他也会爬起来说没关系的。他以前就是这样。你的意思是，许安宁根本就没有出过很严重的车祸，那他也就没死。他说过他会好好活着，等我们考完陪我去温氏打耳洞，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儿，所以谁死他都不可能死。他怎么可能就这么出车祸人就没了呢？妈，我就说了嘛，就连许安宁的朋友都说他根本就没出车祸，现在居然拿这种事情来骗我，简直是太过分了。对，他不可能死，他是骗人的。你在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在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许安宁她没有死，她不可能死，她是骗人的。她好好的怎么可能就会死了呢？许安宁，你居然敢拿这种事情来开玩笑！妈，我都说了，我昨天看到的肯定是姐姐，只是没想到她现在什么谎都敢撒了。你胡说什么？昨天许安宁的遗体就已经送到我们这儿了。行啊，你就别跟许安宁一起骗人了。你这种蹩脚的演技太 low 了。谁演了啊？通知单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对啊，这是医院出具的死亡通知单，不可能有假的。妈，你又不是不知道，姐姐以前连学校的家长签字都能伪造。像这种东西，网上一搜一大堆，随便来几个字就行。那这骨灰盒又怎么解释呢？这就更好解释，随便弄个盒子，装点面粉进去。妈，姐姐从小就喜欢这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你又不是不了解。没错，小时候安宁看见小鸟死了，还要给它安葬。哼，许安宁，你居然用这种手段来欺骗我，简直无可救药。没错，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随便弄点什么就说是许安宁的骨灰。你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你也是许安宁在外面找的野人。你胡说什么？你赶紧让许安宁给我滚出来，不然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看到了吗？许安宁最好的朋友都说了，他根本就没死。许安宁啊，就喜欢这样的人，就连我多次禁止他和这种人交往，他都不听。他们之间的关系，比我这个当妈的还要好。你就是不相信，这里面装的是你女儿是吧？没错。好，你
别后悔。你少在这装模作样吓唬人了。做人还是积点德，你这种事情干多了，就不怕给你遭到报应？那我就让他来告诉你们，就是程心。我在追悼会的人员名单中看到过你的名字，你不愿意承认徐安宁的死，是因为你是她器官捐献的受捐者。是。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应该知道，你接受捐献的那一刻起，徐安宁就已经死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安宁会死，明明大家说好了要好好活着的，她怎么可能一个人去死呢？许安宁是因为车祸抢救无效死的，这个结果谁也改变不了。我不接受，我不接受这个事实。现在你们总该相信，许安宁是真的死了吗？就凭你们胡乱编造什么捐赠、什么受捐，就想帮着许安宁骗我妈的钱去泡夜店？你做梦！你们这些人怎么说都不听啊！程心之所以不愿意接受，那是因为他视网膜脱落。你是说，安宁的眼角膜是捐给了程心？没错，给程心做视网膜移植的供体是他最好的朋友许安宁。程心只是接受不了他朋友许安宁的离开，便用他的视网膜重建了光明。根本就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我跟许安宁有什么勾结？真不知道上辈子造了什么孽，生出这么一个女儿。好了，不管怎么说，这股混合你必须带走。不行，我是不会上那个骗子的当，把这种晦气的东西带回家。口口声声说自己女儿是个骗子，你简直不可理喻！你们给我滚出去！她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到现在都不肯站出来见我？许安宁，许安宁，你现在给我滚出来！要不是听安宁经常跟我提起你，我真不敢相信你是她亲妈。你告诉许安宁，这次我真的生气，她要是不在我面前跪下，这辈子我都不认她这个女儿。你要干什么？她不是挺能装的吗？我就要看看她到底能装多久。不要！不要！不要！安宁，安宁人都没了，你怎么能这么对她？这都是假的，我有什么不能的？许安宁，你都看见了吧？无论你花费什么样的心思来骗我，我都不可能上当。姐姐就是被你这种狐朋狗友给教坏了。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你联合许安宁骗走我妈1分钱。看来我真是太惯着她了。安宁，你怎么编不下去了？许安宁，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能来骗我？骗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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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骗我！骗我！许安宁，我给你3分钟时间，你要是不出来，我们就断绝关系。许安宁已经不在了，连骨灰盒都被你砸了，你看他怎么出来？我还问你了，你伙同许安宁闹这么一出，我要到你领导那儿举报你。你不配做安宁的妈妈，你会后悔的。不可能，我最后悔的事就是生了他这么个撒谎精。没想到这么一个舍己为人的孩子，怎么摊上你这么个妈？真是他的不幸。孙医生，孙医生，可算找到你了，这是你要的 DNA 检测报告。这怎么可能呢？孙医生，经过检测，昨天的捐赠者的确是您的女儿许安宁，这份是她的捐赠协议。
安宁，她真的死了。你也是许安宁花钱买通的吗？许安宁到底给了你多少钱？你们一个两个真配合他演戏。演戏？你如果对我的检测报告有疑问，你可以报警。对，必须报警！哪怕真的是这个样子，什么东西？你要是不报，我来报！你以为你是谁？你吓唬我呢？都别吵了，安宁睡着了，谁也不许吵她。陈曦，你不是刚做完角膜移植手术吗？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是来送走安宁的。安宁知道我视网膜脱落，没钱没供体，就只能变成瞎子。她一直鼓励我，没想到她临终之前，她自己的视网膜竟然捐赠给了我。我说了，你们演戏演上瘾了是吧？够了！安宁死了。我的安妮死了，你没有骗我，她真的死了。安宁，是爸爸对不起你。妈，你别难过，生死不能复生，姐姐没了，还有我，而且我比姐姐更优秀。这么说，昨天的捐赠者就是安宁，是我亲手解剖了他，是我摘出了他所有的器官。安宁，安宁，我的安宁死了。他怎么可能会死啊？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连个大专都考不上，你怎么可能死呢？你对得起我吗？妈，姐姐肯定是因为考太差了才没脸见你。她从小成绩就一直不好，但凡她努点力，考个好点的大学，也不至于让妈你丢脸啊。你在胡说什么？安妮可是今年的高考状元，可以保送清北大学的，怎么可能是学渣？高考状元，保送清北大学。他才18岁啊，他还是今年的高考状元，被保送清北大学的。这么优秀的孩子，哎呦，怎么就出车祸了呢？是啊，真是天妒英才，一定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如果安宁也能这样，好孩子都是别人家的。原来我口中的别人家的好孩子，就是我的女儿。而且安宁从小到大考试都是满分，是本省各大高校争抢的超级学霸。若不是他想要证明自己，他完全可以保送清北大学。你竟然……可是安宁跟你们这样的人在一起做朋友，怎么可能好好学习？怎么可能是学霸？我以为我要失明，想在失明前叛逆一次。安妮说，等他高考完就陪我纹身打耳朵，做一件没有做过的事情。哎，回去，我送他去医院。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一直告诉我安妮是个学渣？她从来没有及格过。没有，妈，你别听他们胡说。要是姐姐真的考上了清北大学，那录取通知书呢？我怎么没有见到录取通知书？极有可能，姐姐这是花钱串通他们所有人来骗你。郑小雅，这是什么？这是假的，妈，你不是不知道，姐姐从小就喜欢买这些东西来满足她自己的虚荣心，她最喜欢骗人了。郑小雅，昨天你在平安医院拿走死者的手机和录取通知书，拿出来吧。录取通知书、手机？什么手机？
昨天我们医院运输许安宁的遗体，工作人员不小心把她的遗物遗落在路上，就是他拿走了许安宁的遗物、手机，还有清北录取通知书。郑小雅，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妈，我没有，你胡说八道什么？没见过什么手机，还好我查看了那个位置，摄像头拍不到。我们有证据，你拿走遗物的全过程都被我们医院医生的车上监控拍到。不信的话，我调出来给你看。也就是说，你昨天就知道许安宁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要隐瞒你姐姐死的消息？我没有，你听我解释，我只是想做你的女儿而已。别看我妈！妈，我只是不想失去你而已。我害怕因为姐姐的事情向我生气。这样的女儿，我也是你的女儿。我的心好痛，难道你就不管我了吗？最错误的事情就是把你带回家收养你，把你当成我的亲生女儿。妈，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已经18岁了，可以自己生活，给我滚回郑家！从今天起，不再是我的女儿，我不要再看到你。妈，不要，我不想离开你，你不要丢下我好不好？你要是不走，我就让他们带你走。没想到苏丽这么狠心，为了许安宁那个贱人，要把我断绝关系。妈，别生气，我走，我现在就走。等着吧，苏丽的一切迟早都是我的。没想到苏丽这么狠心，为了许安宁那个贱人，要把我断绝关系。妈，别生气，我走，我现在就走。苏医生，我会尽快带回死者遗物还给你。等着吧，苏黎的一切迟早都是我的。安宁，是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带你回家，带你回家。用这个吧。谢谢。现在再怎么后悔，也换不回许安宁这么好的孩子了。请问是谁给安宁办的追悼会？是平安医院的张医生，他说这孩子太早了，手术的时候连个签字的人都没有，给我后面了好几次，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盼来亲人这个最后一天。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当时安宁一定很疼吧？他一定是在怪我。于是平安医院的张医生委托我联系受捐者家属，让他们来送他最后一程。他为别人牺牲了自己，这么好的孩子真的太过难了。那张医生，张医生有没有说安宁临终前还说过什么？好像说，妈妈，你回来了。告诉你，我考了全班第9名。我们小雅是最棒的。妈妈，有什么奖励？那就奖励我们小雅宝贝一个大大的拥抱。妈妈，我这次考试又考砸了是不是？许安宁，你什么时候能像小雅一样上进，考个全班前10给我看？我这次考试考了全班第1，老师说。许安宁，你是不是又作弊了？我没有，这是真的，不信你去问老师。行了，就算你进步了。那妈妈能不能也夸夸我？一个模拟考考了第1名有什么可夸的？这不是你作为学生应该做的吗？好了，等你什么时候考上清北大学，我就夸夸你。小雅，我们走。
妈，我一定要考上清北，像你一样当一名医生的。我的安妮真的考上了清北，还是医学院？多好的孩子！安妮啊，妈妈欠你一个夸奖，下辈子你还做妈妈的女儿，妈妈一定会对你好。安妮啊，昨天是你的生日，妈妈亲手给你做了个生日蛋糕，你喜欢吗？安妮啊，你怪妈妈吗？是妈妈对不起你，是妈妈的错。喂，你好，我是平安医院的张医生。张医生，许安宁的手机找到了，有时间请你来他医院领走。好，我马上来。你好，苏大专家，你终于肯来了。很抱歉，都是我的错，我之前不该对你那个态度。你不用跟我道歉，你应该跟许安宁道歉。是我对不起安妮。你现在说对不起安宁，她就能活过来了？她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她在心脏停止跳动的前一秒还在喊着妈妈，你明明有机会。是我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你确实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母亲，可是如果安妮没有欺负妹妹，我怎么会不相信她呢？欺负妹妹？她不顾自身安危救下一个陌生女孩，还帮助患有视网膜脱落的贫困同学募捐，甚至最后她指明把视网膜捐给她。你说这样一个好孩子欺负妹妹，这些她从来就没有跟我说过。要不是医院有规定，我真不想把许安宁的遗物交给你，因为你不配。你骂得对，我不配做她的母亲。我不但没能在她最后一刻出手救她，甚至我还亲手解剖了她。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母亲？你不仅解剖了她，还捐了她的器官，违背死者遗愿也是犯法的，你知道吗？违背遗愿？许安宁明明只捐赠眼角膜，你解剖了她，这难道不是违背死者遗愿吗？不可能！我签捐赠协议上写的是所有器官，我也是个医生，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什么？难道我记错了？我有捐赠协议。怎么没有呢？我明明和亲子鉴定放在一起的。这件事非同小可，当时签协议的时候有点慌乱。这样，你先回去，我跟抢救许安宁的医护人员核实一下，等有确切的消息再联系你。不可能啊，当时是……张医生，这是患者临终前要求签署的器官捐赠协议。通知急诊室，昨天参与抢救许安宁的所有医生护士来我办公室开会。没想到我的安妮在这么阴暗潮湿的宿舍住了整整3年，都怪我，从来没有关心过她。安妮，妈妈的安妮，都是我的错。安妮啊，安妮啊！雪儿妈妈，你怎么会在安宁的宿舍？安妮是我的亲生女儿，郑小雅是我的养女，她们都是我的女儿。
可是我听小雅同学说，安宁是保姆的女儿。安宁妈妈，安宁什么时候回来？安宁的，我听小雅同学说，安宁人没了。这俩孩子是不是有什么矛盾呢？你说什么？有件事情我很早就想跟你沟通一下。郑小雅太过分了，平时欺负安宁也就算了，怎么能连她的生活费都抢？不是安宁一直欺负小雅吗？安宁这么懂事听话，怎么会欺负人呢？倒是郑小雅在学校打架霸凌同学，经常欺负安宁，只是安宁一直不让通知家长。安宁受了这么多委屈，为什么不告诉我？她说你工作忙，不想让你担心。这孩子就是太懂事了，总为别人着想。怎么会这样？和我印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安宁妈妈，校长也给安宁举办庆功宴，并且要在宴会上直播采访，你让他抽时间联系一下校长吧。他是我们学校第一个保送清北的学生，是我们学校的光荣。原来我的安宁一直这么优秀。清北执照是多少学子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哎，安宁怎么能说退学就退学呢？退学？是啊。我猜他是因为没有学费才退学的，特地跟清北大学沟通了，人家说安宁大学期间所有的费用学校都包了，所以你一定要劝他回来啊！他考上了清北，我怎么会不给他出学费呢？只是安宁，他回不来了，他已经去世了。去世了？都是我耽误了他的抢救。是我害了他。不可能啊！安宁在我这儿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说是要给你买礼物。前天晚上刚在微信上把工资领走了。工资？前天晚上，安宁的手机一直在小雅的身上，难道是小雅转走了工资？安宁这孩子特别懂事，经常帮宿管打扫宿舍，我看他能吃苦，就让他帮工，1个月300。他说他要存着给你买礼物，自己天天馒头咸菜，一直舍不得花。你是说，安宁一边上学一边打工，赚的自己的生活费，宁愿天天吃馒头吃咸菜，也不肯花那300块钱的工资，就是为了给我买礼物？是啊。他说他想感谢妈妈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可是他又怕钱被郑小雅抢走了，就一直存在我这儿。前天晚上刚取走。你为什么什么都不告诉我呢？难怪你们会认为他是因为没有学费才要求退学的。安宁妈妈，看你的打扮和小雅同学在学校的花销，你们也不像是家庭困难，为什么安宁同学连饭都吃不饱呢？他连饭都吃不饱，还想着给我送礼物。安宁这孩子过得确实太苦了，还总是问我当女儿的要怎么做才能让妈妈喜欢。我就说好好学习，懂事听话。哦对了，你看他还跟我说学包粥做蛋糕呢。安宁妈妈，安宁到底是怎么去世的？他是车祸，内脏破裂，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的。可是我听郑小雅说，你是最厉害的外科医生，人称一把刀啊，连你都没办法救活他吗？是我对不起安宁。安宁妈妈，你没事吧？杨老师，安宁在离家出走之前有没有说过什么？她没有说过要离家出走啊。她那天来领清北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还跟我说要回家给你一个惊喜呢。就连退学也是郑小雅说的。可是安宁的东西都已经被拿走了，你看，什么都没有留下。难道安宁不是离家出走？是小雅同学找人把安宁那些东西都给烧了。她说安宁不要了。烧了？安宁的东西什么都没了？
还有安妮的学习电脑、饭卡也都被剩下来拿去送给别人了。难怪我把之前小雅用的旧的贵重物品给了安妮，却从来没有看见她用过。看来都是被郑小雅又拿了回去。对了，我这里还安妮做心理上疏导的录像，我去给你拿。安妮，都是妈妈的错，是妈妈一直错怪你了。我一个当妈的，却一直不肯相信一个亲生女儿，哪怕是一次。安妮，对不起，对不起。安妮这3年来一直都是全校第一，可是我发现她有心理问题，总是自责自己做得不够好，不讨妈妈的喜欢，所以我就找辅导员给她做了心理疏导。妈妈说我经常作弊，不好好学习，让我住校补习功课。她还给了我一部手机，虽然是妹妹不用的，但是妈妈说我有手机就可以联系上我了。我很开心，她还是关心我的。妈妈，你回来了。小雅，你不是想说换部手机吗？妈妈给你买了个最新款。真的是最新款，妈，谢谢你。妹妹的新手机真好看。妈，这部旧手机怎么办？安妮马上就住校了。安妮，这部手机你拿去用吧，这样妈妈以后就能联系到你了。谢谢妈妈。我什么都没有给她买过，就连这部手机都是小雅不要的。我随手丢给她的这部手机，她却整整用了3年。我之前跟她开玩笑，说拿我新买的大屏幕手机跟她换，她说不管是水果机还是折叠机，她都不换，因为这部手机是妈妈送给她的。她真这么说？2023年7月，妹妹说我偷了她的项链，妈妈罚我关了1天1夜不许吃饭，可是我真的没偷。那天我饿晕了，但是怕妈妈担心，一直没有告诉她。许安妮，你为什么偷妹妹项链？我真的没偷。真是把你惯坏了！你就在这儿跪着，什么时候承认错误？什么时候再站起来？后来我数学竞赛考了满分，妈妈说我作弊，可是我从小到大考试都是满分啊。妈妈让我当街跪下，我好委屈。安妮，都是妈妈的错。如果有来生，妈妈一定不会再伤害你。你说什么，妈妈都相信。怎么了？没什么，就是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别人总说我是没妈的孩子，老被人欺负。不过现在有妈陪我回来，我就不怕了。妈陪你上楼。怎么还没到？你说什么呢？没什么，就是太久没回来，我都忘了哪户是我家了。妈，我先去看看。喂，你怎么还没来？鬼祟祟，跟个催命鬼一样。等着，已经在路上了。我告诉你，这次我要是不能回到苏家，咱俩都完了。还不都怪你没用，废物！喂，哎呀，看来我只能
自己想办法拖延时间了。大娘，大娘，跟你打听一个人。哎，那你可找对人了，我可是这里的老住户了。您认识郑小雅吗？郑小雅，是不是楼上老郑家那个没妈的孩子呀？是。哎呦，那我太了解了。他爸呀，不是醉酒就是赌，输了钱醉了酒就打他妈，硬生生把他妈打跑了。他爸不但酗酒，还乱赌。对呀，小雅跟着他呀，从小就挨打。后来听说他爸找了一个比他大10多岁的富婆，嫌他是累赘，就自己一个人走了。然后他留在这里，听说是被人收养了。小雅的父亲不是已经去世了吗？去世？去什么世啊？哎呦，小雅前段时间呐，还给他爸来送钱呢。这怎么可能呢？你等一下。你说的赌鬼是不是这个人？哎呦，就是他没错呀！他年轻的时候啊，把我们家晒的腊肉啊都偷走了，就是化成灰乎的人。郑天阳居然没有死！骗子，都是骗子！哎，小伟，小伟呀，是郑小雅的邻居，从小和她一起长大，他特别熟悉。你问他。王奶奶，你找我啊？是这位阿姨找你，她想打听郑小雅的事儿，你跟她说说。我还得回家给孙子做饭呢，我就不聊了。你跟郑小雅很熟吗？阿姨，你不会是郑小雅那个有钱的养母吧？你认识我？不认识，不过刚刚我看见你车了。郑小雅经常回来给她爸送钱，有一次她开的就是这辆车。小雅刚满18岁，还没有驾照，就敢开车出来了。不过她不让我们和别人说起她的事，她说要传到你的耳朵里，她就会打死我们。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你说的都是真的？当然是真的。郑小雅那么爱显摆，什么都和我们说。她还说她要当苏家唯一的小姐，你唯一的女儿呢？她还跟你说过什么？她还说，她上次回来一直在骂那个叫许安宁的女人。她说她早就该死了。我知道了，谢谢。她还说她当时怎么没有撞死许妈。啊！小伟，你在这儿干什么？阿姨不认识路，我给她指路呢。阿姨，那我先走了。哎，妈，你别听小伟瞎指挥。小区里的人都知道，他从小就爱撒谎。是吗？当然，小伟他就是一个没爸没妈管，跟着爷爷奶奶混日子的坏人。他这种人的话，怎么能相信呢？今天好漂亮。妈，我胃疼。行了，别装了，不就是没给你买奶茶吗？喏，喝这个，一样的。妈，我真的胃疼。许安妮啊，你从小就没人管，怎么跟着你奶奶就学会了撒谎骗人装病了？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是最讨厌这样的坏孩子。先别提他了，妈，你快看看谁来了。郑天阳，爸，快过来！郑天阳，苏黎，好久不见。天阳，你真的没死？原来他们说的都是真的。我一直当成亲生女儿的人，一直在骗我。他们离间我和亲生女儿之间的关系，甚至连她的死都在骗我。上天给了我一次活过来的机会，就是让我回来和你团聚，我真的是特别开心。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两个满口谎言的人能演到什么时候。妈，还愣着干什么？我爸有很多话想跟你说呢。好啊，的确要跟我好好说说。你当初得的不是绝症吗？苏黎，当年我得了很重的病，我害怕你知道以后会伤心，就一个人去了陌生的地方，想要了却残生。但是没想到我的病经过治疗就好了。是啊，妈，这些年我爸为了找你真的过得很不容易。治疗绝症要花不少的钱，你哪来的钱？我打工了。啊，是啊。原来是这样。既然你的病早就好了，为什么现在才回来？哦，
那是因为我治病欠了很多的钱，当时小雅还小，我不想拖累你，我就一直在努力的赚钱还债。是啊，妈，这些年爸一直不敢来找你，就是因为怕这个病治不好。直到前不久，我终于还清了所有的钱，我就马不停蹄的回来见你，我才知道是你收养了小雅。妈，现在好了，爸的病治好了，我们一家终于又可以团圆了。是吗？那真得恭喜你了。妈，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是说爸的病治好了，你绝对不会再错过他了吗？那是我蠢。如果我知道郑天阳是假死骗我的，我怎么会把你郑小雅视如己出，伤害我的亲生女儿？苏黎，我知道你一直很难接受这一切，但是上天眷顾咱们是有情人，又给了我们一次机会，而且正好是你收养了小雅，冥冥之中，这不是注定，咱们还是一家人啊！是啊，妈，爸就是为了你才这么快打败病魔的。依我看，您不如就在一起吧。对。好啊，既然我们3个好不容易走到一起，那明天我就宴请业界人士还有记者，举办升学宴，顺便呢也公开我们的关系。真的吗，妈？太好了！小雅，你今天呢就先和你爸爸在老宅准备准备，明天我开车过来接你们去宴会。好。郑小雅，郑天阳，明天我会给你们一个惊喜。爸，太好了！只要明天你在升学宴上向苏黎求婚，苏家的一切就都是我们的了。苏黎这个女人还跟10年前一样是。爸，看来你的魅力还是不减当年啊！我可告诉你，只要明天一过，苏家的车子、别墅、房子价值可好几百万呢，你得分我一半。行，有苏黎这个外科一把刀，那钱还不是大把大把的赚？咱爷俩等着享福吧。走。帮我调查一下郑小雅和郑天阳。安妮，是妈妈错了，但妈妈绝对不会再继续错下去。这个家里竟然没有多少是和安妮有关的东西，我这个做母亲的，我真的太不称职了。请坐。你查到什么了？我们找到了郑天阳的前妻刘娟，据她所说，当年您和您丈夫被人下迷药一事，真凶就是郑天阳。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刘娟说，当时郑天阳想抛弃家境普通的你，和他这个富家千金在一起，于是便想到了这个方式，让你身败名裂，带着愧疚，主动离开他。这个畜生！后来刘家不久就被败光了，郑天阳眼看你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于是想要回头纠缠你，但是却被你的丈夫许平给阻止。许平，你凭什么不让我见苏黎？苏黎现在是我妻子，我不允许你去打扰她。你老婆玉阳，当初你暗恋苏黎那么久都得不到她，要不这3年前那个晚上让我帮你的忙，你怎么能梦想成真呢？你说什么？3年前给我们下药的是你，你这个混蛋！天啊，你没事吧？苏黎，我得了绝症，就是想来见你最后一面，告个别。可是许先生，苏黎，你别相信他。我不相信他，他都相信你。我竟然不相信爱了我一辈子的阿平，却相信郑天阳这个混蛋。还查到什么？我还查到，郑天阳认识一个富婆后，担心富婆会嫌弃郑小雅，于是他便让朋友假意告诉你他已经身故的消息，好让你抚养郑小雅。后来他烂赌，被富婆抛弃，于是便夹着尾巴回到家里躲债去了。
我真是蠢，竟然相信这父女俩整整13年。我找到刘娟的时候，她因为被家暴落下了病根，时日不多了。她让我转告您的丈夫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不要说了，不要说了，阿平，我不仅对不起我们的安妮，我还对不起你，一直到死都没有原谅我。可最该死的人却是我。苏女士，苏女士，我没事。我知道郑天阳的账户最近多了一笔高额转账，但是资金的来源我还在追查。另外，郑小雅的事情我也还在调查，您看还要继续查下去吗？查。好，有最新的进展我会发到您的手机上。郑天阳，你害了我全家一辈子，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捐赠协议，捐赠协议。姐姐肯定是因为考得太差了才没敢见你。她从小成绩就一直不好，但凡她努点力，考上好点的大学，也不至于让妈你丢脸啊。小雅偷走安妮的手机，是担心我知道安妮已经去世。她偷走捐赠协议，是为了什么？苏医生，你来的正好，我刚想给你打个电话。是不是安宁的捐赠协议出了问题？我询问了所有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他们都一口咬定，当时许安宁签的是捐赠眼角膜的协议，授权人是程心。所以说，是有人篡改了协议，才导致安宁捐出了所有器官。是的，这份协议本该随安宁的遗体一同送往私立医院，但是中途文件袋掉落，护士找回文件的时候，并未发现遗体，所以，你看这个。是郑小雅篡改的协议，监控并未准确地拍到郑小雅涉案，所以目前来说，只能是怀疑。我知道了，这件事我一定会给安妮一个交代。律师函就麻烦你马上帮我打印出来。这学习也好，我这就去办。妈，苏黎，今天升学宴现场布置，你还满意吧？不错。妈，没想到你请了这么多人来见证我的荣耀。毕竟今天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当然要隆重一些。苏黎，咱们都是一家人，不必在乎这些形式，只要咱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在一起，不要浪费。小雅，你妈就是太在乎我了。只要你在我身边，就算什么都没有也没关系。那好啊，从今天起，我不会再给你花1分钱，也不会再给你买任何东西。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从今天起，我不但不会给你花1分钱，你之前从我这拿走花掉的钱，必须1分不少给我还回来。你疯了？不是妈，我的意思是，我是你的女儿，我们是一家人。对，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什么钱不钱的，要不先庆祝吧。一家人。各位，今天的升学宴不是给郑小雅办的，而是给我的亲生女儿许安宁办的。妈，今天不是为了庆祝我考上2本举办的升学宴吗？变成了给许安宁那个贱人举办的。另外，我宣布，我苏黎不再有郑小雅这个女儿。从今天起，我和她的领养关系到此结束。妈，这话是什么意思？哎呀，小雅，这你就不懂了。许安宁不在了，你不就是她的亲生女儿吗？还说什么养女？对，妈，我就是你的亲女儿。苏女士，你要的律师函。亲女儿郑小雅，你不配！终止领养协议，追回花销欠款律师函。妈，我给你当了这么多年的女儿，你居然要给我算钱？凭什么不算？你诬陷安妮，欺负她，羞辱她，挑拨我和她之间的关系，隐瞒她的去世，害得我连她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你对她做出这些的时候，哎呀，苏黎，这都是误会啊！小雅她就是年纪小，不懂事而已。当初你为了和富家女在一起，对我和许平下药抛弃我，榨干你老婆之后假死，和富婆私奔，就把这个郑小雅丢给我抚养。你说这些都是误会？你怎么知道这些？
不是，苏林，这都是假的，是有人诬陷我。你管这叫诬陷？郑定阳，你们父女俩整整骗了我13年，让我的安妮受了13年的委屈。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这是我的天哪！家暴、乱赌、酗酒、傍富婆，这男人烂到骨子里了。还有这郑小雅，苏医生对她多好啊，他竟然联合自己的父亲骗苏医生，简直就是白眼狼。没错，一个养女居然欺负听话懂事的亲生女，你哪来的脸？你这种人就该下地狱！你给我闭嘴！怎么现在就受不了了？那你当初诬陷安妮，让她百口莫辩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她心里滋味？妈，还敢叫我妈？我可是你亲自抚养大的女儿，她许安宁不过是一个土包子，怎么能跟我比啊？住口！还敢羞辱安妮！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情，就是领养了你这个撒谎成性的逆子。妈，我胸好疼。崔阳，崔阳，你没事吧？是不是心脏病又犯了？妈，我知道错了，我就是太想当你的亲生女儿了。妈，求求你不要丢下我。苏黎呀，我们真的还不了那个钱，你就看在我们往日的情分上。郑小雅，你有没有想过，我的安妮出了车祸躺在手术室的时候，所有器官被摘除的时候，她有多疼？装什么装？把安宁害得这么惨，你死都不为过。就是，安妮那孩子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从小善良懂事，竟然死得这么惨，你还有什么脸在这里喊疼呢？妈，你知道的，我刚做完心脏移植手术，医生说我的情绪不能够太激动，不然会复发的。苏黎，你就原谅我们吧，我保证，小雅以后就会像亲生女儿一样孝顺你。她不配。郑小雅，你告诉我，安宁的心脏为什么会在你的身上？妈，你说什么呢？我的婚礼不是你找的吗？手术也是你亲自做的。明明安宁捐赠的是眼角膜，为什么她的捐赠协议上写的是全部器官？你告诉我，你到底对她做了什么？没想到苏医生亲生女儿的心脏居然在养女身上，这个养女太黑了，就该把她抓起来。太可恶！我真的不知道。已经证据确凿，就应该抓起来。哎呀，这蛇蝎心肠啊！自己看看，这是什么？怎么会有监控视频？妈，我当时确实是捡到了捐赠协议，但是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你相信我吗？既然如此，那就交给警方检验笔记吧。我不想做了，我不想做了。妈，我还没有满18岁，我只是一时贪玩而已。对对对，再说了，我也不知道姐姐的心脏就跟我匹配。就是啊，苏林，小雅她只是贪玩，她不是故意的。有一句不是故意的，就让我的安妮死无全尸吗？安宁她是失去了几个器官，但是她也救了很多人呢。小雅她只是帮安宁做好事了，真不要脸！你是怎么说出这句话的？诸位，我现在正式宣布，我跟郑小雅从此再没有关系，并且我要报警对郑小雅追究篡改安妮捐赠协议一事。不要！小雅，小雅，小雅！苏林，你快救救小雅，快叫救护车呀！你好，请问是苏黎苏女士吗？不是，我们是警察。你女儿3日前发生车祸，肇事司机逃逸。经过排查，我们发现撞伤许安宁导致她死亡的车辆是你的。经过排查，我们发现撞伤许安宁导致她死亡的车辆是你的。我的？这怎么可能呢？我们要对你和你的车子依法调查，请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怎么回事？撞死许安宁的车是苏医生的。这么说来，许安宁是被他亲妈撞死的？那苏医生还装什么母女情深？之前他就偏爱养女，对亲生女儿不闻不问，现在人死了，还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反正这几个没一个好人。走吧走吧，看着真够乱的。哎呦，走吧不要走吧，待着了，走吧走吧。人都走了，别装。
怎么办啊？开车撞伤许安宁的人是我。你就是个废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幸好呀，你开车撞许安宁的地方是监控死角，而且正好有另一起事故，情况复杂，应该没人注意到是你撞的他。我这也是看许安宁一直缠着苏黎不放，这一时着急嘛，想给他一点教训，哪知道他这么轻易就死了。死得好，现在交警认定是苏黎开车撞伤了许安宁，只要苏黎被带走，那苏家的一切不还是我们的？有道理。 3天前的早上，许安宁在学校领取录取通知书后，在监控盲区路段遭遇黑色轿车撞击，导致他重伤之后肇事逃逸。目击证人证实是你的车，是我的车。那人不是我撞的，安妮是我亲生女儿，我怎么可能撞她呢？我以为这只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你们的关系我们已经证实，你说人不是你。3天前的早上你在做什么？3天前，我在给郑小雅匹配供体，车子没有借给别人开。当时我把车钥匙就放在郑小雅。不认识，不过我刚看见那个车了。郑小雅经常回来给她爸送钱，有一次就开着这辆车。她还说，她当时怎么没有撞死那个是郑小雅，是郑小雅偷偷开了我的车，是她撞上了安妮。你确定？郑小雅还没满18岁，她连驾照都没有。她喜欢车，我以前经常带她去玩模拟赛车的。 他开车没问题的，我们会进一步调查。你先回去，记住，不能离开本市。有事我们会随时跟你联系。都是我的错。苏女士，最新进展。 郑小雅3天前偷开你的车，在学校附近撞伤了一个学生。她撞伤的就是许安宁。对，您的女儿许安宁。当时是雾霾天气，很多车的行车记录仪都没有拍清楚车祸现场，但是学校超市门口的监控拍到了郑小雅开车走，还有回来的清晰视频。发给警方，我要让郑小雅付出代价。好，对了，还有一件事。 郑天阳收到的那笔大额汇款是一个黑市器官买卖组织的账户转进来的。器官买卖？是的，这件事查起来有点困难，所以进展缓慢。查，不管花多少钱，都给我一查到底。好。难道郑天阳是为了给郑小雅寻找供体才这么做的？可是为什么是说我？ 爸，我又没病，为什么非得回来住院啊？你懂个屁！你在宴会上装病，现在要是不住院，那记者不得怀疑你啊？再说了，你不躲到医院里，难道真想因为篡改捐赠协议被抓呀？爸，姜果然还是老的辣。对了，给我转点钱呗，我都没钱上网了。没钱。许安宁的心脏手术，你可是出手赚了50万，怎么会没钱？不会又拿去赌了吧？ 我的事你少管啊！苏黎给我的50万手术费呢？顶替你手术的那孩子还没出院呢，人家能把治疗费给你吗？你得慢慢来。没钱我们以后怎么生活？早知道我就多装几种病。你给我闭嘴！这件事就算死也不能说出去，不然我们都完了。知道了。心脏科病患的案例都在这里。 一定能找到线索。郑小雅，郑小雅，怎么会没有？6月9号，安宁出事那一天。谁在那儿？苏医生、你是档案科的小刘护士吧？苏医生，你怎么在这儿？我来呢是想找一些病例做研究的。 苏医生，你知道的，医院有规定，除了档案科的人之外，任何人不能随便进入档案室。需要什么病历，是需要提前做申请的。是啊，我这不是忙忘了吗？我现在就跟院长做申请。喂，苏医生，你女儿郑小雅病房的费用用光了，麻烦您来续一下费。难道是我多心了？
我之前不是给他预存了50万吗？这么快就用光了？这个问题我也想跟你沟通一下。他用了很多大补的药，但是跟心脏康复没什么关系，是郑小雅的父亲要求医生开的，说是患者身子弱，得调理。我跟郑小雅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他的治疗费去找郑小雅的父亲郑天阳要。爸，你给我买的饭呢？还吃什么外卖啊？老爸刚才赚了10万块钱，走，带你下馆子去。你哪来的10万块？我把你账户里剩下那些钱全买了名贵的药材卖了。爸，我住院这么久，连最基础的体检都没给我做，钱都被你拿走。等隔壁病房的钱结算下来，得都给我。给！你去不去吃啊？不去我自己去了。吃。你好，我们是警察，你是郑小雅。我是。现在有一起交通事故，怀疑与你有关，请你麻烦跟我们走一趟。不去，爸，你快跟他们说，我有心脏病，我出不了院。女儿呀，这2位同志不是说就让你去协助调查一下吗？要不你跟他们走一趟？爸，你说什么呢？你就不怕我？不能让这个死丫头进去胡说，万一把我那见不得光的勾当都爆出来怎么办？我心脏好痛！快叫医生！警察同志，我女儿她刚做完心脏移植手术，不能受刺激，要不你们先出去，我来叫医生。我们还会来的，提醒你们，事故调查清楚前，你们不得离开病房。爸，我们怎么办啊？赶快躺下！要是回来了怎么办？女儿，我对不起你。苏医生，什么事找我这么急啊？小刘，3天前心脏移植成功的那例手术。苏医生，那次手术的受捐者和捐赠者，您不是很清楚吗？怎么出现排异反应了？不是，我知道是按您捐的，但受捐者真的是郑小雅。确定啊？那场手术不是您亲自做的吗？这个是我刚从心脏外科调过来的手术病历单，你看，18岁女，心脏衰竭。可能是我最近精神状态不太好，总是疑神疑鬼的。可以理解，苏医生别难过了。等一下，O 型。对啊，这检测出来就是 O 型啊，这么简单的小检测，我们医院不会出错的。可是郑小雅明明是 A 型血啊，她是我养大的，我不可能弄错。A 型？郑小雅，你给我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况不对，是窒息性休克，苏医生呼叫急救。心外科808号病房患者出现窒息性休克，马上抢救。好在你们发现的及时，人已经抢救过来了。但一旦说无妨，患者患有潜伏性心脏衰竭，之前不容易被发现，但这次因为口鼻遮挡窒息，导致了心衰加速。就算是潜伏性心衰，他住院这么久，不可能一次都没检查出来，除非那些心脏筛查，他根本就没有做。郑小雅的主治医生是乔医生，不过他请假出去了，具体的情况我也不了解。果然，郑小雅她根本就没有做心脏移植手术，她做这些只是为了骗我的钱。只是她没想到真得了心衰，真是报应。苏医生，喝杯水吧。谢谢。真没想到，郑小雅她竟然为了钱一直在装病。不过你也不用想太多，警方已经在追捕郑天阳，等郑小雅病好之后，她也要接受调查，也算是还你一个公道了。不够，远远不够！他们害死了我的女儿，还掏空了她的身体，卖了她的心脏，甚至连我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她，只是让他们坐牢，太便宜他们了。安宁那丫头也的确太可怜了。苏医生，808号房患者的医疗费用完了，我说过他的治疗费找他父亲去缴，我和他早就断绝了关系，不会继续支付1分钱。那按照医院规定，如果缴不上费用，我们只能让他搬出病房了。
郑小雅，你涉嫌交通肇事逃逸、篡改患者捐赠协议，事实成立。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他想杀我，没错，都怪徐安宁不该回来，不该跟我抢妈妈的宠爱和林家的一切。不管什么原因，都不是你故意伤害他人性命的理由。他孙俪就没错吗？既然收养了我，为什么还要接徐安宁回来？安宁是苏医生的亲生女儿，你鸠占鹊巢，还有什么脸指责他们？你把安宁和苏医生害得还不够吗？我有什么错？他既然收养我，他既然爱我，就不可能不管我。让我去见我妈，他不可能不管我。让我见我妈，让我见我妈。苏医生不会再管你了。对了，你不是喜欢装病吗？你这次真的得了心衰，但是你的住院费用完了，一会儿得把病房腾出来。我真的得了心衰，早知道当初徐安宁那颗心脏，我就不让给别人。我要见我妈，让我去见我妈，我妈肯定会管我的。让我去见我妈。郑小雅，鉴于你现在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要留院观察。不要，不要！放开我！放开我！我要去见我妈，回来！可恶，都怪我那个不中用的女儿！要不是她蠢，到现在都搞不到苏黎的财产，我怎么会沦落为一个丧家犬呢？郑天阳涉嫌谋杀郑小雅，你被捕了。崔医生，警方的电话。我来吧。喂，好，我会转告他的。怎么说？郑天阳被抓了，他交代是他指使郑小雅长期装病，把高档药物转卖出去牟利的，并且在郑小雅心脏移植手术的时候调换了2名患者。难怪，心脏移植手术是我亲手做的，郑小雅却没有创口。原来是在做麻醉的时候调换了2个需要移植的患者。对，乔医生也被抓了。郑天阳担心郑小雅因为撞伤安宁骗取公体的事情攀扯出他的事，所以起了杀心。我早该想到的，13年，整整13年，我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我还真是眼盲心瞎。苏医生，人死不能复生，想开点。安宁她也一定不希望你这样。我该去陪陪安宁了。苏医生，苏医生，苏医生，醒醒！苏医生，苏医生，您醒了？我睡了很久吗？你呀，都睡了3天3夜了。院长和各科室的主治医生来看你好几次，都很担心你呢。3天，3天，今天是安宁走的第7天了，都是我不好。我答应过他，会天天陪着他的。哎，苏医生，你是急火攻心才会晕倒的，不能随便活动。要是再受刺激的话，恐怕你……可是安宁会害怕的，她一定会冷，会想妈妈。苏医生，你没事吧？是我亲手解剖了安宁，他当时一定会很疼。我还是去找刘医生过来吧。手机怎么坏了？怎么打不开了？不行，这是安宁留给我的唯一的东西，它不能坏，否则安宁一定会生我的气的。安宁，是你这些天去哪儿了？为什么都不来找我？你怎么会在这儿？护士说我没钱交治疗费，把我赶到了医院的走廊。妈，你快帮我教训他们！我说过，我不会再给你花1分钱。妈，我是你的女儿小雅，我的心脏好疼。妈，他们说我得了心衰，可是我不想死啊，妈。我好了，妈，如你所愿，我死了。你的恨能消失了吗？你会快乐吗？
妈，妈，安妮当初也是这么心痛，这么绝望。你不能不管我，我只有你了，妈。那我的安宁呢？她也只有我了。你们是这么对她的，这就是你的报应。妈，你不要丢下我，妈。喂，你醒醒啊！喂，不好了，走廊的行车患者心脏骤停了。安妮，妈妈打算停下所有的工作，安心陪你一段时间。是妈妈亏欠你太多，这辈子我是还不了你和你爸了。下辈子我们还做一家人，我还做你妈妈，好不好？你说，安宁下辈子还想让你做她妈妈吗？是你。我来看看她。这是她得过的各种奖状，有各学科的，有品学兼优的，有参加各种竞赛的，还有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总之，她这个人除了有点死心眼儿，还真挺不错的。这是安妮的荣誉，你为什么要烧了它？你这又是何必呢？你不是说这些废纸除了拿来引火，就没有任何用了吗？妈，你看，这是我参加奥数比赛得的1等奖奖状。不错，以后再接再厉。好的，妈妈，我会继续努力的。我去端菜。我的奖状！小雅，小雅，摔到没有？妈，我不是故意抢姐姐奖状的，都是我不好，你别怪姐姐。姐姐就是太在乎这些名誉，才会不顾我的安全推开我的。不就是一张除了拿来引火毫无用处的废纸吗？你至于推倒妹妹吗？妹妹有心脏病，要是摔伤了怎么办？妈，我不是故意的。够了，妈，我没事，都是我不好。姐姐买这些东西应该也花了不少钱，我不应该糟蹋她的东西。你说什么？这些东西是你花钱买来的？不是的，这是学校颁发的。住口！你以为我会相信一个满口谎话的骗子？总之，从今天起，这个家里不允许再出现这些没用的废纸。这些明明都是安妮努力得来的，我不但不信她，我还说她是花钱买来的。我怎么会这么愚蠢？安宁经常跟我说，虽然你很忙，但你是人人尊敬的外科专家，可以救很多人的命，所以她想成为你。她真的这么说？可是我救了很多人，却再也救不回安妮。安宁什么都没有，就让她带走这些原本就属于她的东西吧。不要！是妈妈对不起你，你原谅妈妈好不好？你原谅妈妈好不好？这是安宁一直放在书包里的，要不然也被郑小雅给烧了。你还记得这条丝巾吗？这是去年她过生日，她送我的礼物。没错，这是她打了3个月的工，攒的钱给你买的。你最后怎么说？妈，今天是我的生日。安宁啊，妈妈忙忘了，没有给你准备生日礼物。等会儿呢，妈给你转200块钱，你自己去买个汉堡，就当是过生日了，好不好？安宁不需要礼物，安宁是想给你送礼物。妈妈，你喜欢吗？喜欢。安宁，以后呢，就不要把精力放在这种没用的事情上。你学学小雅，
懂事一点。我不知道这是安宁打工赚钱给我买的礼物，不然我不会这么敷衍的。被辜负的真心就没必要留着。我求你不要再烧了，这些是安宁留给我唯一的东西。阿姨，求求你不要再烧了，就把它们留给我吧。阿姨，你最该留下的是安宁，而不是这些被你弃如敝履的东西。你说的，安宁是上天给我最好的礼物，我却没有珍惜。安宁总是跟我提起你，她很渴望母爱，也很想珍惜母爱。我对安宁这么坏，她一定恨死我了吧？没有，她每次提起你的时候，眼睛都是亮的。她说自己的妈妈能干、漂亮，人人都喜欢，她最爱妈妈。我对她这么坏，她居然还爱我。安宁对这个世界温柔以待，为什么这个世界不能温柔以待她呢？您当初给她取名叫安宁，不就是希望她一生平安宁静吗？可为什么这么一点心愿安宁都不能实现？妈妈，为什么我的名字叫安宁啊？是不是你希望我一生平安宁静啊？别自作多情了，我给你取名安宁，是因为妈妈这辈子不能跟最爱的天阳在一起，但是我希望她一生都能够平安宁静。安宁，我到底都做了什么？我真是蠢，我这一辈子就活成了一个笑话。是我害死了安宁，还有他的爸爸。这是安宁给自己准备的18岁成人礼礼物，可惜她没来得及放飞，就留给你吧。18岁成人礼，小雅，吃吧。好。妈，学校为我们举办18岁成人礼，你能来参加吗？参加你这个垫底学渣的成人礼，你是想让全校看我笑话吗？我在给小雅庆祝成人礼，没有天大的事，别来烦我。安宁，是妈妈对不起你，是妈妈对不起你。这个傻子，总担心自己惹你不开心。这下好了，一个人在那边也不用担心这个了。许安宁，我会带着你那份好好活着的，愿你来世平安顺遂，咱们下辈子再做朋友。妈妈不想下辈子再做你的妈妈，妈妈只想这辈子来弥补你的亏欠，好不好？妈妈，安妮，安妮，等等妈妈，带妈妈一起走，好不好？安妮啊！2025年6月13日，外科专家苏黎去世，其养女郑小雅突发心脏衰竭，在医院病逝。郑天阳因多项罪名成立，判处终身监禁。骗子，都是骗子！哎，小伟呀，是郑小雅的邻居，从小和她一起长大，她特别熟悉。你问她。王奶奶，你找我？是这位阿姨找你，她想打听郑小雅的事儿，你跟她说说。我还得回家给孙子做饭呢，我就不聊了。你跟郑小雅很熟吗？阿姨，你不会是郑小雅那个有钱的养母吧？你认识我？不认识，不过刚刚我看见你车了。郑小雅经常回来给她爸送钱，有一次她开的就是这辆车。小雅刚满18岁，还没有驾照，就敢开车出来了。不过她不让我们和别人说起她的事，她说要传到你的耳朵里，她就会打死我们。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你说的
都是真的。当然是真的。郑小雅那么爱显摆，什么都和我们说。她还说她要当苏家唯一的小姐，你唯一的女儿呢？她还跟你说过什么？她还说，她上次回来一直在骂那个叫许安宁的女人。她说她早就该死了。我知道了，谢谢。她还说她当时怎么没有撞死许？妈，啊，小伟，你在这儿干什么？